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罗斯的火箭炮可以高效的歼灭乌军的坦克。俄军最希望乌军的北约坦克是个什么情况呢？熊熊燃烧。北约坦克最好在什么情况下燃烧？距离俄军前沿分队几公里之外就燃起大火，最好在直视距离之外。谈论使用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摧毁豹和挑战者，说明呢，计划将北约坦克放到2-3公里、数百米甚至是几十米的距离。理论上，这就意味着坦克肆无忌惮地通过作战展开阶段，形成战斗队形。坦克在战场上表现它的作战能力之前，就应该提前打击英国、德国、美国的动物园。可以使用巡航导弹和战役战术导弹打击战略防御纵深内查明的敌人的目标，例如大名鼎鼎的伊斯坎德尔 M， 可以配备各种集束战斗部，包括极能子母弹，几十枚导弹从天而降，一次可以歼灭乌军1个以上的坦克连。那存在的局限就是俄乌冲突已经进行1年多了，乌军呢早已清楚集结装备很危险，坦克一定会分散开来。其次，距离前线几百公里也很难发现乌军的装备在哪儿集中。大量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打击坦克呢，也显得过于的昂贵不划算。最通用、最强大的反坦克的利器是什么呢？是火箭炮。首先是旋风火箭炮，300毫米的火箭弹，即使是携带沙豹战斗部，也足以摧毁任何坦克，包括北约的坦克。更高效的是 9M55K1 集束弹药，配备自制导子弹药，每个子弹药携带重4.5千克的装药。这种经典的打击弹丸对装甲装备的上部非常危险。它借助降落伞降落，红外制导系统修正每个子弹药的飞行轨迹，并且将弹药引向目标，可以距离150米内起爆，穿甲的厚度不小于70毫米。220毫米的飓风火箭炮系统可以远程布雷。飓风使用的远程布雷弹药 9M27K2 配备24枚反坦克工程弹药，系统一次齐射可以封锁150公顷的土地，任何装备无法通行。旋风呢，拥有更强的温压弹药 9M55S， 命中目标的时候可以形成直径25米的高温高压的地段，此时的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坦克即使不被炸翻也一定会燃烧。另外还有口径更小的火箭炮型号冰雹和狂风 G，122毫米的火箭弹可以在战场上布设反坦克地雷，向敌人抛射技能的自由落体的单元，还可以自瞄准发射打击弹丸。基于乌拉尔和卡马斯战术卡车的火箭炮呢，足够的紧凑机动，打击敌人坦克的时候表现优异。在俄罗斯的仓库中呢，还长期储存着不少基于吉尔131的冰豹1战车和基于嘎斯66的冰豹5，弹药最大射程30千米，也是装甲装备的劲敌。俄乌冲突的现实决定了打击敌人的装甲装备需要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一方面呢，航空兵无法进入乌军后方向坦克发射反坦克导弹，投掷巨能炸弹。准确的说，可能几个月内俄罗斯无法在纵深运用空天军。另一方面不能让北约的坦克进入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的有效射程之内太多，这样反坦克兵将不可避免的损失惨重。距离3到70公里的时候，俄军拥有一系列的反坦克装备，这个时候携带集束弹药的火箭炮应该优先使用。好，这句话我们就说到这里。